非有消息，瑞安航空去年在伦敦的斯坦德机场降落时，曾经与一架直升机擦身而过，最近时垂直距离不到90米，当时机上有178人。现在这起相撞未遂的原因公布了，是机长与副驾驶交接不当导致的。机长与副驾驶都是合格的飞行员，都可以安全的驾驶飞机。他们在坐在驾驶舱的时候，每个人面前都有全套的控制系统。那么他俩究竟该如何配合以安全操纵飞机呢？这其实是一个很科学的问题。飞机虽然有2套控制系统，但只从其中1套接收指令。在民航业，无论是机长还是副驾驶，拥有控制权的叫做 Pilot Flying， 简称 PF， 另一个叫做 Pilot Monitoring， 简称 PM。PF 负责操纵飞行，也就是控制飞机的飞行姿态、速度、航向等。PM 负责监督飞行，协助 PF 进行导航、通信等工作。2个角色可以随时互换，比如在其中一个要去厕所的时候。每家航空公司关于 PF 和 PM 的交接都有严格的规定，但实际操作都很简单。有些飞机交接时， PF 只需要按一下按钮就获得了控制权，例如空客 A320、A330 等机型。而有些飞机甚至连按钮也不需要， PF 说你来，就算完成了交接。除了正副驾驶之外，飞机实际上还有一个飞行员，那就是电脑。由电脑来控制飞机的自动飞行，安全又可靠。现代化飞机的自动驾驶功能非常完善，包括自动方向、自动高度和自动油门等等。飞机由电脑飞行时，正副驾驶都非常的轻松。这时如果 PF 和 PM 需要转换，比如 PF 想要眯一会儿，交接工作甚至简单到使个眼色即可。PF 和 PM 交接控制权的时候，第3驾驶员也就是自动驾驶仪的状态非常重要。如果处于自动飞行状态，新接手的 PF 只需要注意观察仪表即可，但如果是手动飞行，则应该将手放在操纵杆上，不然的话飞机就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了。2024年的3月8日，瑞安航空的波音737在伦敦斯坦德机场进境时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。当时副驾驶将控制权交给了机长，但是没有提醒说他已经取消了自动驾驶，于是这架飞机在失控的状态下脱离空管指定的3000英尺的高度，向下方继续飞行。在下滑了几秒之后，机长发现了问题，迅速爬升恢复了高度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下方也就是2000英尺高度上正好有一架直升机。事后调查发现，双机距离最近时水平距离约 1.7 海里，垂直高度约90米，也就是不足300英尺。事发后，新手副驾驶坦诚工作失误，但仍有飞友指出了2个问题。一是当机长口述我现在控制并担任 PF 之时，应该检查自动飞行的状态。二是当副驾驶的身份变更为 PM 之后，他应该监督飞行，在第一时间就提醒飞机在下滑。总之这件事挺惊险的，差一点就会发生类似于美国波托马克河那种撞击惨剧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